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档。来夜市就要吃大家都吃的啊！没错，你在一个夜市，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你就是跟着人群走就对了。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应该看得懂吧？一个沙皮，OK， 它是有惊喜感的，就是你吃着，你会有一种 Oh my God， 里面竟然有瓜嘛！至少一个人要3串吧，那么小的一个肉，我现在在那边就闻到全部都是那个炭香味，你看我口水已经流下来。巴厘岛3大神庙之一海神庙，这个场景根本是电视剧或漫画里面神仙的场景。他就觉得我们很烦。Come with me, go home, OK? Okay, bye. 他不知道了。I'll be coming up hot for a minute. 跳岛行来到度假天堂巴厘岛，包山包海的环境不只让人放松身心，香气四溢，五花八门的南洋料理更是让老饕寻宝的好地方。这次我和阿兰来到 Denpasar 的广场夜市，想要吃的最道地，来这里就对啦。因为呢，其实我们住就住在这附近，然后平常你要出来散散步啊，周边也很多小店可以逛。没错，那这边呢，早上是像是市集的早市的概念，那现在就是有些小吃摊啦。那我觉得来到当地呢，一定要体验当地的这种市集，就可以更了解这边的文化。前面就有讲过，你想要了解一个地方，逛它的市场，逛它的夜市，是最快了解当地文化特色的所在，好不好？然后还有美食啊，没错，完全不知道这里的美食会不会跟东爪哇一样呢？我觉得应该有小小的差异啦，看起来超像台湾的夜市哎。对啊，这就是印尼的特色，就是冲泡包，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我觉得印尼他们非常喜欢这种小包装，然后东西都很鲜艳。你看他们那一杯在地饮料，整个就是看起来超鲜艳的。对，这边超爱超缤纷。哎，这里有卖衣服哎，这士林夜市哦。这个是5分铺卖夜市，这也是5分铺。他们有卖夜市，有卖衣服哎，好多哦。然后这是全白，这边有一套全白。哎，对，它都是全白的衣服。还有包包，还有包包，还有这种包包，西装裤。对啊，我觉得这有点像二手市集。因为我看到包包上面有一点点小瑕疵和小的那个染色，我觉得这应该是二手市集整理出来卖的。就大家想要挖宝的话，那种跳蚤市场的概念。哎，好长哦！哇，这里好多人，好受欢迎哦！我的天哪，他们衣服跟他们的食物都超级受欢迎哎，二手市场。阿兰忍住，不要冲动，毕竟晚餐还没吃，填饱肚子比较重要。
这么多家，我们就先从印尼的国民招牌沙爹打底先。之前我们在东爪哇有吃沙爹，然后也有吃眼镜蛇沙爹，所以这次我也想吃吃看这边巴厘岛的沙爹。哎呦，这就是沙爹，你看它正在装那个酱，有没有？哦，沙爹，这个叫沙爹，对自己随便翻有没有？应该是沙爹呀，哦，沙爹啊，沙爹到底怎么？对，满满的沙爹，对，反正就是这应该是沙爹吧？但看没有，应该不会有什么错。是，刚刚那个看起来蛮干净的，有没有？有一个玻璃亮罩，然后这边看起来干干净净，还有配饭，而且它那个碗里面的那个配料也是看起来干干净净。我发现印尼这边的烤肉他们都没有用网子，他们是直接这样一根铁片上面。然后直接下面有炭，对不对？所以烤起来都会有点焦焦的，没有它的表面都会有点焦焦的。如果这没有空炒，真的整个会是黑色的。对，而且它这个肉就是小小的，也不会到那种很大串很难烤，什么鸡腿排啊、鱿鱼那种。没错，因为其实很快。它一定要小小的，因为如果太厚的话呢，它那么大块的鸡肉离炭那么近，中间没有熟，外面就焦了。对，所以它一定要小。它加这个酱，我每次都会觉得是蛤酱，应该不是吧？这个酱应该是甜酱油。它的酱好香，哎，你看它超快就要熟了耶，它颜色已经变了。对，它颜色变了，真的好香哦！而且他们的酱都没有再给你客气的，就是满。然后它一直在加，那是油吗？还是什么酱料？这个应该是油，对不对？呀，撒油啊，这么样，这边撒油。好香，好香。它那个油跟那个又油的感觉，又肥，那个还好吧？它油很胖，可是就是这种就是要有油才会好吃。我是分你口水，我是分你口水。机器人，哎，我们真的要逼他吃哦。他来这节目之前，我第一天我就警告他说，这个节目很可怕，一定会胖的节目，因为他很准时，叫他放饭，然后还会给你买一大堆零食。然后他不相信我，你看现在我不相信你，我让你回台湾很难戒。我相信你，我还是很难戒，很难戒。不会，这边零食我不要买回去就好了。你回去之后，制作单位礼物就是一箱寄到你家 ，surprise！ 你最爱的零食，瘦不下来。而且你看，它电风扇超近的吹，对啊，把烟都吹走。哎，它烤的算好哦，它烤的还没有，它炒的没有那么焦，它没有那么焦，因为眼镜蛇沙爹很焦。哎，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的2只而已。它这样摆在这边，2只而已。对啊，怎么了？哎，不好意思哦，那个刚刚我说我们点2只，然后这位蓝小姐说才2只，我们才2只，才2只怎么吃？我说不然你要几只？它这么少，这它真把捏起来。你要几只？你说至少一个人要3串吧。那么小的一个肉，3个肉不够。夜市第一摊，你跟我说要3串，我们能吃？我不能绕一圈回来之后，然后再跟他换颜色了。哎，真的还有哦，他刚烤了一轮之后，又拿去沾酱，然后再出来再烤一次，是不是？哦，反正大家无法想象，我们站在这边那个味道超浓郁，就是你走进咖喱店，你一进去就闻到咖喱香，我现在站在这就闻到全部都是那个炭的香味，你看我口水就流下来。我真的傻眼，他刚在车上吃的是2包零食，2包完整的零食，然后他的晚餐也是吃很多，午餐也吃很多。我是一个不节制的人，很可怕。我跟你讲，我吃火锅那个肉片，我要吃16盎司才饱。如果你纯吃肉还好啊，你整个火锅纯吃肉。我纯吃肉啊，没有，你在前面还有很多洋芋片，你没有纯吃肉啊。各位，我只能说阿兰还在长大，她真的饿了。尤其听到噗吱噗吱的烧烤声，搭配阵阵咸肉香，还有裹着金黄色泽的酱汁随着火焰跳动冒泡，这诱惑谁受得了啊？来了吗？就跟你说我们不止2串嘛。还没有，我们点到2份了，所以2份，我们是点2份，对不对？对。所以1份的话大概是几串？1、2、3、4、5、6、7、8、9、10，1份是10串，10串多少钱啊？10串50块，1串5块钱，没错吧？这个5块钱，特效下巴掉到地板上那样，啊，跳到地板上，这一串5块钱台币耶！天哪 ！Oh my god！ 老板的人工就不止5块钱了，还有鸡肉，还有竹签不用钱的。Sorry， 我们创业的会在意这种成本。5块钱这个只不用钱吗？对呀，它
吃也是成本吧？不用钱吗？这酱料这个钱吗？对啊，它不用租金吗？不用钱吗？5块钱呢。搞不好这里的物价偏低，这里的物价偏低，这些可能不用担心老板活那么久应该是 OK 的。你看，啊，沾到鼻子了，太想闻了。看我，那你就直接吃，看我口水，我也在分泌口水。你完蛋了！你现在对食物的抵抗力偏弱，好烦哦，好烦啊！我先吃。啊，沾到鼻子。你赶快放嘴巴，你就先不要闻。你闻，你不能这样闻吗？你嘴巴拿起来闻，味道不是比较浓，十之一起哎。对，这样。对，堪忧堪忧。好嫩哦，嫩啊，嫩鸡肉，超嫩。我刚刚原本以为想说烤那么近会不会柴，超嫩。摇5下就可以吞掉，摇5下就可以吞掉。这么嫩哦，就跟5块钱摇5下。而且应该给5只啊。酱好像有一点点，是不是有加一点点那种花生酱还是什么？但是就咻一点点。哦，有花生的感觉。因为它有点甜甜的，那要么就是加那个蛤酱，那个甜甜的，就是它有个甜咸的味道。然后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台湾的那种烤肉酱，可是又没有那么的死咸，它就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味在里面。水果甜吗？而且其实必须说，老板的烤工算好，因为你看这上面没有什么太多焦的地方，就是以烤的话来说，它上面焦的地方偏少，它那么近的烤，哎，帮你淋一下，对，汤匙，好，给个汤匙，你要淋吗？可以，这个要多肥？太低了，你赶快吃。OK， 好，换一个，换一个吃，太胖了，然后吃哦。真好吃，它这鸡肉真的很嫩呢。哎，它到底为鸡肉干了什么事？怎么可以那么嫩？我跟你讲，它直接一口一串，它嫩到你的鸡肉完全不会粘在杆子上面，你直接一拉，整个鸡肉就直接跟着出来了。是不是2串不够？2串不够，好险我们点2份，真的。因为它一口一串，你等于吃10口，这个就没了。我没有要分别人，我也没有，不好意思，你们自己点，你们自己点自己一盘。对。然后它的酱吃起来有咸味，可是我觉得是一入口而已，可是后面那个咸味很快就消失了，然后带有一点淡淡的甜。我觉得以口味来说不会到很重，因为我们在印尼这边饮食其实口味算偏重，对。但是我觉得它口味调的是台湾人会喜欢的那种口味。这种咸真的不是需要配饭那种咸，因为有些咸是说啊，赶快给我白饭来，它这单吃是 OK，你也不会说吃了2、3个之后，赶快给我饮料，也不会，对，就非常温润，很刚好的咸。它有点像日本的那种什么鳗鱼酱还是什么的那种感觉，有点甜酱油的那种 feel。我跟你说，这里根本卧虎藏龙，喜爱鲜肉的朋友，不是小鲜肉哦，绝对要试试。滑嫩鸡肉搭配独门甜酱，甜咸的口感让人越吃越上瘾。更别提排满人龙的人气首选，听说他们的招牌藏有惊喜哦。这个人超多，你看他满的，太多了吧，我大傻眼呢。你是可以排队的人吗？他大客满呢。来夜市就是要吃大家都吃的啊。没错，你在一个夜市，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你就是跟着人群走就对了。尤其我们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谁排队就去吃那个。对。那我想要吃那个，都点什么？都点那个汤里面有一球，有一个骨头，还有一个骨头那个骨头吗？肉丸，不是就一个肉丸吗？你看大家都有。我们要不要问一下人家吃什么啊？我看一下，观察一下大家吃什么。是它那个里面有一个丸子，在里面有汤有酱，然后有丸子。有丸子。等一下我看丸子怎么切，它丸子是有切的，所以应该是中间那个吧。我们应该是点中间有骨头的，我看人手都有一碗中间有骨头的那个丸子，我们就点中间有骨头那个丸子。OK。他这样贴，你骗人，好强啊！你骗人，我们看他做的怎么样就知道了。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应该看得懂吧？这
这个有这个你把手放上来，这样子插起来，然后要这样子，这样。对。阿巴卡巴，一个沙屁，OK。one。阿巴卡巴，兔，他应该听得懂吧？他听得懂吧？任何地方我们要跟他说我们是不来的会语言，就是用肢体语言就对了。而且2个人会比较好表演，2个人就这样不够啊，就这样子。那如果是沙爹的话，我就这样。好了，他知道我们有2个人呢，因为没有位置，我们只能站着吃。我跟他说，我 stay here，OK，我们刚刚讲好，我们在这边吃了。他应该听得懂，他什么都 OK。还是我跟他说 no money， O 不 OK？No money，OK。他真的太好笑。阿巴卡巴，拜 later。他突然意识到，好像是 money 这件事情，太好笑了。然后问他们，阿巴卡巴，他就觉得我们很烦。Come with me, go home, OK？ 他不知道了。你怎么知道他搞不好想要 come with you go home 啊？哦 ，OK。他搞不好想要啊，单身吗 ？You Mary 啊，他 Mary 那他就是真的不知道，那他真的不知道 ，OK。算了。 Wife， 赶快装没事。No， 你偷睡 here。啊耶，沙皮呀。我们就是要吃这个，你看中间有带骨的这个。真的有骨头，你刚比对了。带骨有没有？带骨，因为我看很多人都把啃一半，然后放在那边。看到了，然后里面还有小丸子，它很像贡丸汤的底，然后放一个这个，然后还有旁边这是猪皮吗？还是什么一些小碎肉？对，小碎肉。哇塞，然后还有这个，对，我们先喝它的汤看看，好，来喝看，还有点香菜，好香，它看起来很像贡丸汤哎，清香。哇，好像那个粤式河粉的那种牛肉河粉的汤，很浓吗？我喝。是清淡的，但是汤头非常的浓郁，是不是很好喝？哦，是不是有手到阿样的那个汤感？它就是粤式河粉。对啊，可是我觉得它甜度跟咸度有再更多一点点，因为通常我们粤式河粉会加柠檬，然后比较清爽去中和它，但它因为它这个没有加柠檬，所以它就是比较原始的那种牛肉大骨汤，然后就那种牛肉汤，然后粤式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要加柠檬我们要融入当地。阿巴卡巴，它搞不好没柠檬吗？有了，阿巴卡巴。阿巴卡巴，他听得懂吧？他听得懂吧？失败。他拿什么给我们？柠檬哦，他给我们一整颗吗？他还请隔壁水果摊把钱挑隔壁的东西，他们可以这样跟隔壁借。哇，他手上根本就没有柠檬啊！你在跟人家要柠檬，桌上根本就没有柠檬。我看到这里有碎柠檬屑啊，搞不好有。他来了，他干嘛？他要榨柠檬汁给我们，是不是？你看他榨柠檬汁，放一个碗。你看他有柠檬。Thank you， 德里马卡西。挤到肉碗里面要不要？好，挤哦。就是喝起来应该就会比较像是那个粤式的那种。Oh my god， 清香恰恰。可以。好香。你刚到底吃了什么？我刚到吃了什么？可乐喝太多了。妈妈说不可以吃糖就不要吃糖。直接这样啃。哦，好。对，哇塞，你看，那我们一起啃，好。很难呢，怎么一起啃啊？可以。1、2、3。好嫩哦 ！My God！ 哇，很嫩。它刚开始是那个肉丸的香气，然后后来那个柠檬的那个酸度跑上来，
然后咬到最后是那个豆芽的口感，所以它其实层次非常的丰富。然后那个肉它吸满那个汤汁，所以其实非常的 juicy。它的牛肉丸是很细致的牛肉丸就不太像是我们一般那种贡丸啊，比较扎实、比较紧实，它是比较嫩的，然后肉感很细致。它这个牛肉让我以为是那个是鱼丸的那个绵密的那个感觉，因为通常我们吃肉丸或者香菇贡丸，它那个中间的孔洞跟缝隙都会很大，对。然后你咬下去那个平常那个贡丸的时候，它会卡牙缝，因为它那个纹理非常的粗，对，然后它是非常绵的，你看，而且它咬切面，它是几乎是粘在一起。而且我跟你们说，这个牛肉丸强，我想说有，你知道强在哪里？它是整个带骨里面的那个骨头肉都还是附在上面，然后直接外面再直接给它包一个丸子，牛肉丸在外面。我跟你说，所以你在吃的时候里面满满的骨头肉，你看看，你看侧面，你看到这个吗？你看这骨头肉都还在。哎，我第一次知道骨头肉牛肉丸，骨头肉包牛肉，牛肉丸包骨头肉，好多肉，就是骨头肉包牛肉丸包骨头肉，还可以做这种牛肉 double 的，Oh my god， double 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我把它剖开来，让大家看看那个骨头肉来，我把它切开来 ，Oh my god，Oh my god， 看到没有？这骨头肉都还在上面，古拉玛，而且好嫩哦。它等于是古拉玛煮好之后呢，它直接外面可能是这样沾那个牛肉丸，然后那个肉浆，然后包在里面，然后再拿去煮，所以你知道这个，可是它整个口感又是很嫩，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厚重。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它外面的牛肉丸它不够纤细、不够绵密的话，它没有办法跟中间这个肉做一个区分。它是有惊喜感的，就是你吃着，你会有一种 Oh my god， 里面竟然有古拉玛那种感觉。它直接这样子肉骨分离，代表它肉有多嫩，很嫩。我真的推荐大家，如果来这边一定要吃这个，这在台湾绝对吃不到。巴厘岛3大神庙之一海神庙，这个庙特别的地方就是当它涨潮的时候呢，那整座庙就会被孤立在海中，就是与世隔绝，与整个陆地隔绝，你会有一种落日。然后着海浪的那个海浪冲刷着岩石，然后这样子刷上来，然后站在这个上面，然后背后又是神庙，这个场景根本是电视剧或漫画里面神仙的场景。没错。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Oh my god， 看到没有？这骨头肉都还在上面，古拉玛，它是有惊喜感的，就是你吃着，你会有一种 Oh my god， 里面竟然有古拉玛那种感觉。它直接这样子肉骨分离，代表它肉有多嫩，很嫩。我真的推荐大家，如果来这边一定要吃这个，这你在台湾绝对吃不到。这碗巨无霸肉丸汤不止画面吸睛，用料实在，简直是赞！尤其把牛肉丸和古拉玛的搭配，双份惊喜，充分满足食肉者的肉欲。当然，如果你是蚂蚁味也 OK 哦，印尼 style 绝对甜在心啦。超多人排队的耶，我们是不是可以买这家？你看，那个到处排队，而且刚好我那边观察很久，然后他已经走一轮，你就绕一圈，然后已经排完一轮，已经排完了。我刚刚观察超久的。它看起来是甜点呢。等一下，我想要吃这个，因为我看大家都要买这个，好像是哎。那我们一袋这个，买一个那个绿绿的吃吃看好。我想吃这个，我也想吃这个。到底多饿？我们刚刚才吃完一盘沙爹，都试试看嘛。回台湾就吃不到了。没关系，我有的是钱。交给我。This one and this one. OK. Terima kasih. 他现在要帮我们装。这是一个红绿灯的概念呢，这是红绿灯。那我们就叫它红绿灯。这是巴黎红绿灯。巴黎红绿灯甜点。Eat right now. Eat right now. 我们还有这一袋，对不对？ Yes。哇，那么大袋哦！太多了啦，它下
害我们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那我们现在吃这个好了啦。你先吃你那个绿绿的，我先吃绿绿的，长什么样子？哎，他加这个酱，我不知道它是甜的还是咸的，因为它如果是甜的加咸的酱，会不会很奇怪？它有光泽哦，它是布丁吗？是绿布丁吗？闻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家样味道。口味的绿布丁。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快速的眨了3次眼。我现在懂暗号，眨3次眼是觉得奇怪，眨2次眼是觉得好吃。不好吃，酸的、甜的，到底怎么了？哎，我要吃，你在那边。这是我人生没有吃过的口味，所以我有点不太能形容它。我想一下，白色屑屑，我要白色屑屑。那我吃喽。它吃进去，我觉得它也不是甜的，它吃起来很像蒟蒻，很像果冻那种，很像蒟蒻，有一点点微微咸，然后后面一点点甜，也不是那种爆甜那种，它是那种，它就咸甜咸甜，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芒果糯米的那种糯米香味。它是那种马来西亚会有一个娘惹糕，娘惹糕，绿色的娘惹，然后那个屑屑是椰子，屑屑是椰子粉，蛮好吃的，因为那个屑屑会留到最后，所以它就会变成口感。我在想，然后就会有椰子的这种甜甜的口感。红绿灯，红绿灯。哎，硬点啊？凤梨水果。什么意思？我觉得它吃起来有那种淡淡的奶香，然后口感的话是这里面就是比较硬 Q 型的，然后外面就裹着那个椰子丝嘛，外面是椰子丝。我觉得椰子丝只是增加那个脆度而已，它的味道并不味道非常浓，但它吃起来就是有一股淡淡的奶油还是那种奶香，很扎实哎。对啊，就硬 Q 型的，它扎实到很像在吃过年桌上会放的那种软糖，然后超硬的那种。所以其实我们每次看到这个绿绿的东西，或者颜色很缤纷的东西，我们一直把它想象成味道会很强烈，然后很甜，然后口味很重。对，但它其实吃起来完全没有，它就是个幌子，它是个幌子，它只是长得味道很强烈而已。虚有其表。对，但它其实吃起来的那个香味是淡淡的，然后配上酱，配上椰子丝。它披着椰子丝的毛。对，没错。你吃了什么？你吃了什么？你刚刚吃了什么？我熊哥海，熊哥海，比较傻点，比较傻点，熊哥海。夜市小吃不踩雷，超高 CP 值，让人开心吃饱饱。这就是来巴厘岛最棒的地方，不单一饱口福，世界美景、海神庙的夕阳更是人生必访的清单啊！强烈建议最好早早卡位，不怕太无聊，到处走走晃晃都好玩。神庙附近观光区一家非常有名的水果店，没错。然后这个市集上面这家水果摊呢，大家只要经过都一定会停在这，因为它有卖几样就是比较特别，然后还有印尼蛮常见的水果。是，那听说有几项水果呢是当地人都很难取得的。蛇皮果在这，对，它我们要蛇皮果。哇塞，这摸起来真的很像蛇皮耶！真的是蛇皮耶！等下它跟你的我们看到眼镜蛇有没有长得很像？有一点，而且它摸到那个黄金蟒那个有点像。我跟你讲，如果会怕蛇的人看到这应该会怕，因为真的太像了，太像了。然后有点微鳄鱼皮，就有点去角质，去角质感觉。真的。我们要买这个，然后还要买水果之后山竹，哦，这个山竹好大好哦！哇塞，山竹怎么挑？颜色深，颜色浅？它颜色深一点就可以。感觉可以耶，哦，可以啊，可以的。那冰淇淋果，它哪来的冰淇淋啊？它好像大花生哦，它是那种大的豆荚类。对呀，它是大啊，而且它摸起来是绒哎，绒布感。它是鸡皮，没有，它是绒，它是绒布。哇塞，就是板板
你们家冬天的大衣那个绒布拿出来，它就是摸起来就是它好这个。时髦哦。对呀，它很像冬天的东西耶，因为它摸起来就是那种跟冬天的质感有关系。就没想到它是夏天跟热带地区的水果。这做成衣服应该蛮漂亮。哎，这个好可爱哦，这个真的很可爱。挑越大颗应该会不会越好？可以，它有大有小，我觉得非常非常许，就挑这么大颗，就这样子。冰淇淋豆又叫印加豆，英文称 ice cream bean， 是中南美洲很普遍的果树，难得在印尼遇到，到底口感如何呢？大家都很好奇哦。剥要怎么剥啊？蛮硬的哎。对啊，人类本能应该是这样捏它吧？这怎么吃啊？我先吃一个小，怎样？打开了了耶！是用打开，就是这样推这样子。哎，它像扒皮一样这样子。好可爱！它打开里面是5颗这样，我以为是一整颗像花生的，没有啊，它很像那个毛豆，它是绒毛感，绒毛感它是湿掉的那种熊娃娃。哦，它碰到嘴巴，它有一股毛，感觉在融化。怎么吃啊？吃不会，我不会吃。它就吃外面白色的东西，咬不下来啊。还是就吸它，像荔枝感，它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吃荔枝，但是荔枝外面有很多的果肉，果肉中间还包了一层，对，就是比较接近籽汁、比较有韧性的一部分。对，它就是没有外面的荔枝果肉，但是有中间韧性的部分。这很刺哎。对啊，这要怎么开啊？这已经有点开了，这已经开了，我用直接用剥的啊，剥，像这样剥，刺刺的，还是这样子挤开的？你确定你的手？我这边已经剥开了。我这个好像带着比基尼的身躯，而且怎么有幽默？它长得很像巨无霸大蒜。哎，你的也是哎，哎，蛇皮果 ，sorry， 我比你大。我2颗很平均大小奶，还好吧，没有很明显啊。你也是大小奶啊？我的偏平均。哦，你平均。酸的哎，它其实这种感觉很像初恋那种酸酸甜甜的，很像那种柠檬汁，那种 feel， 就有点酸，有点甜，对，介于柠檬，然后又有凤梨，这3种感觉。我来剥山竹，再稍微挤压一下。哦，是这样子开哦。对，然后它就可以这样。哇，猫咪的手，没错。天哪，是直接拿吗？对，你直接拿1颗这样吃。怎么样？果后的感觉？好吃，山竹很好吃。它先甜再酸再甜。对啊，好多层次。它很容易烂掉，因为它果肉太嫩。好好吃哦。好吃哦。它的那个水分从哪里跑出来的啊？你锅了吗？果然是水果之后。久久没吃，还是好喜欢山竹哦。它这感觉很喜欢，有点介于凤梨口味，但是吃起来有点像吃释迦。它是整个皮的含水量很多，所以你一吃进去，你只要用稍微上下挤压一下，它就整个摊在舌头上，整个就是扁扁，然后水分被挤出来。就是吃山竹的诀窍，就是要用上下颚去挤压，用挤压，你就是去体验那个享受那个皮融化的口感。对，然后那个酸甜味在口中蔓延的感觉。是那个庙特别的地方，就是当它涨潮的时候呢，那整座庙就会被孤立在海中，就是与世隔绝，与整个陆地隔绝。你会有一种真的是神庙，大家都会很喜欢在退潮而且有夕阳的时候来这边打卡，就是约莫大概4、5点左右，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因为你可以走在海岸线上，然后看着就是夕阳，这个时光非常珍贵的感觉，因为它这一些是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我们就是等到退潮，还要等到夕阳，这个 moment 是一个美好的时光，就是留在我们要回台湾的前一天，然后是最后一个卡，有一种感动的感觉，感觉我会好运一整年，真的。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侠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看看我们这身装扮，
是不是非常的有巴厘岛的风情呢？浓浓的海岛巴厘岛风，巴厘岛3大神庙之一海神庙，这个是被誉为就是全世界上一定要走一趟的，就是景点。这个很特别的点呢，就是我们要趁退潮的时候走过去那个庙那边，意思就是那个庙它不是在那个我们的陆地上，它是距离我们的陆地上是有一段时间需要走一段路的小岛，所以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像这个走路的过程，我觉得就像是一种要更虔诚的心灵上的洗礼。这个庙特别的地方就是，当它涨潮的时候呢，那整座庙就会被孤立在海中，就是与世隔绝，与整个陆地隔绝。你会有一种真的是神庙，真的是遥不可及，那一定是神仙住的地方。它是在海中间突然有一个庙，没错，就是那种氛围，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来这边好好的朝圣看一下，必走的景点之一。那大家都会很喜欢在退潮而且有夕阳的时候来这边打卡，就是约莫大概4、5点左右，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因为你可以走在海岸线上，然后看着就是夕阳、落日，非常的漂亮。因为观光客是没有办法上去海神庙，只能在附近拍照，欣赏一下风景。对，然后那边有排队的人潮，顶多呢就只能在那边做祈福仪式。那既然都来了，怎么可能不去祈福呢？要先洗干净手，然后水洗干那个干净的水，然后拍脸，然后会在头上洒一点圣水，之后呢会在额头上面贴一点点那个是什么东西？米吗？哦，然后耳朵上面插一个花。哦 ，Thank you。天啊，那个米好可爱哦 ！Thank you。你好可爱哦！换我。我现在长什么样？你现在头上都是米，真假的？还有花。换你，看起来很可口。嗨，是。我现在有点不太知道我长怎样，但是我只觉得我脸上和头上有非常多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啊，拍脸啊，一样。它那个应该是圣水吗？它圣水就是有点要净身沐浴那种感觉，它也会在你头上洒水。因为我刚刚觉得有东西有水珠就滴到我的头上啊，然后米，然后花。走，我过来，好可爱哦！你现在长得很可爱，你现在长得也很可爱啊！你现在长得好像可以吃哎！你现在感觉好像吃东西，然后吃到我的头上那种感觉，要吃上去很困难呢。对，因为它那个水应该就是拿来沐浴净身那种感觉，然后它也会在你头上面就是洒那个水。对，你有感觉头顶湿吗？有，我其实它洒水的时候，我觉得帽子有湿了一点，因为帽子是用布做的。对，因为我觉得这种祈福仪式，很多宗教它就说会在头上洒一点点这种祝福的、祝福的水，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被洗涤心灵的感觉，而且有一种自己就是好像得到救赎或疗愈的那种心灵的状态。米的话是祝福、祈福的意思，然后这个花是你好像拜神的话都要带这个花。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受祝福的孩子。对，我们现在也在祝福别人。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我身心灵被感化。对，是不是我们不能把它拿下来？今天就是这样睡觉。我今天一整天我就要这样子回台湾，而且我爸妈说，妈，你看海神庙的米，妈，我带祝福回来了。海神庙的花，明天游泳也要抬头蛙，不让它掉下来。我今天不洗脸了，我觉得来这边就是受一下这种祝福，我觉得很棒，因为它毕竟是3大神庙之一。对啊。然后看着落日，然后看着海景。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种就是非常这个时光非常珍贵的感觉，因为它这一些是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我们就是等到退潮，还要等到夕阳，然后刚好排队得到这个祝福，然后我们就是祝福自己又祝福别人，所以会觉得说哇，这个 moment 是一个美好的时光，就是留在我们要回台湾的前一天，然后是最后一个卡，有一种感动的感觉，感觉我会好运一整年，真的。要哭啊！要哭了，没有了。不辛苦。我觉得这一趟就是因为，虽然是名义上出来工作，可是感觉就是像跟一群朋友出来玩的那种氛围，它那种，所以大家才会有很强烈的舍不得感。是因为我觉得边玩边工作这件事情会让工作的气氛跟拍出来的东西更好。对，因为气氛这件事情是骗不了人。前几天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要回家好不现实哦，我就好像习惯1年，然后回去也可以。我说是吧？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
时光非常珍贵的感觉，因为它这一些是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我们就是等到退潮。还要等到夕阳，然后刚好排队得到这个祝福，然后我们就是祝福自己又祝福别人，所以会觉得说哇，这个 moment 是一个美好的时光，就是留在我们要回台湾的前一天，然后是最后一个卡，有一种感动的感觉，感觉我会好运一整年，真的。所有的安排全靠缘分，感谢老天爷送给我们超漂亮的夕阳。尤其当海洋和天空柔合成暖黄色的时候，置身其中就像大自然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更是感谢海神庙的祝福，让我们成为幸运的小孩。亲爱的各位，辛苦你们啦！28天印尼的外景，我们收工了！谢谢李毅，谢谢阿兰，谢谢国哥，谢谢复兴，谢谢 Hannah， 谁？怎么样？你对这段旅程如何？你说，从你开始好了。你的这里是已经在预约下一趟了。为何？怎么样？28天。28天怎么样？开心。就这样。没有，他要道歉了，他只会道歉。你干嘛眼角泛泪？没有啦，不想回家啊，烦死了。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要对姐姐说？对说吗？要哭了！没有了。再见。我觉得这一趟就是因为，虽然是名义上出来工作，可是感觉就是像跟一群朋友出来玩的那种氛围，和那种，所以大家才会有很强烈的舍不得感。是因为我觉得边玩边工作这件事情会让工作的气氛跟拍出来的东西更好。对，因为气氛这件事情是骗不了人。而且一开始阿兰就讲说，第10天的时候他就说啊，10天了，好想回家哦。然后前几天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要回家好不现实哦。我就好像习惯印尼，然后回去也可以。我说是吧？久了你就习惯了。人的习惯是很强大的。会觉得男友在哪里？好像叫抛家弃子那种感觉。他一个人也很逍遥。对啊，抛家弃子在这边嘛。对啊，抛家弃子哦。抛家弃子拍1个月。没错，而且这一趟有最照顾我们的娜宝。哎呦，娜宝来一个娜宝，来，娜宝。有妈妈在旁边的，真的。他玩着他人生的创举，就是爬了那一座像攀岩一样的山坡，然后到了一个神秘的海滩。娜宝下来的时候，眼泪要哭出来了。可不清是我真的一直觉得娜宝没有办法完成。我就想说，娜宝出现，我的主持费要给他吗？太认真了。每天都说要不要喝水？哇！一喝完水，马上拿出起液，才怕大家混到。对啊。要湿巾有湿巾，要我可以喝娜宝的水啊，可以吗？哇，娜宝是一个小叮当。而且我们在海神庙做 ending， 真的是会有一种备受保佑。对，相信未来可以保佑娜宝。我不被保佑了吗？不来，来，我们大家一起练一次哦。来练一次哦。够了吗？看一下，好可爱哦！太可爱了，你们就不信了。怎样？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档。来，我们大家一起练一次哦。来练一次哦。先跳右边哦。先跳右边哦。来，我们先跳右边哦，小朋友。右滑，娜宝快跟着学哦。来哦。 5、6、7、8，右边噔噔噔噔，左右噔噔噔噔噔，然后就随便乱摇。我觉得我可以吗？可以，不行，要进来。都懂吗？懂。懂哦。可以哦。好哦。好来哦，前面会有推进牌。
不信我。谢谢电视机前的大家陪我们完成印尼跳岛行。我喜欢用玩这个字，是因为我们真的玩在一起，一起挑战不可能，一起疯，一起享受最美的风景。感谢老天爷，让我们在旅途中遇见可爱的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自己。就像我们常说的，所有的安排都是最棒的安排。